第1176章赶往出口。遥遥天空之上，一道无形光芒悬浮天际，浩瀚磅礴的灵魂力量犹如潮水一般的以其为中心点，迅速对着四面八方席卷而出。这一刻，整片山脉内除了一些少数实力极为强悍的高阶魔兽外，其余的魔兽皆是感受到了一种极为强烈的灵魂威压。在这等灵魂威压下，他们的身体都是忍不住的发出了细微的颤抖。这萧炎好生厉害，居然还真的生生的突破到了8品层次，真是让人难以置信。熊战望着天空上那无形光芒，那浩瀚的灵魂力量，即便是他都是有种心惊的感觉。他的强大表现在肉体之上，但若是比起灵魂的话，两个熊战恐怕都赶不上如今的萧炎。那如同潮水般扩散而出的灵魂力量，在持续了将近几分钟后，方才逐渐的消散，而那团无形光芒也是徐徐的出现在了熊战的目光注视下。光芒散去，隐隐间现出一道人影，仔细一瞧，赫然便是萧炎。只不过现在那萧炎的身体似乎极为的虚幻，这是灵魂？熊战望着天空上那虚幻的萧炎，心头突然一惊，低声道：灵魂这东西，对于如今这个时代的强者来说，太过于虚无缥缈，灵魂力量也是无色无形，应付起来防不胜防。类似真正的类人形灵魂，很少有人见过。毕竟想要将虚无的灵魂凝构成人形之状，并且久久不散，那即便是一些斗尊阶别的强者，都是难以办到的事。天空上的萧炎在顿了一顿后，突然低下头，目光望着地面上的石室中，那里一道削瘦身影正踏着虚空缓步而上。熊战目光一扫，发现这正是萧炎的本体肉身。随着本体肉身踏空走向灵魂，那由灵魂所凝而成的萧炎也是身形一动，对着本体行去。而随着他脚步每一次的落下，其身体都是会缩小一些，待得他来到本体面前时，已是变成了巴掌大小的无形光团，然后轻飘飘地落在本体额头上，一闪间便是消失不见。在灵魂再度进入萧炎眉心时，其身体也是微微一颤，那种弥漫开来的灵魂威压也是在此刻尽数消散。萧炎的身体在天空中呆立了半晌，漆黑双眼中终于是再度恢复了清醒，深吸了一口气，旋即猛然结动手印。而随着其手印的结动，浩瀚的灵魂力量闪电般的自其眉心处扩散而出，最后在萧炎变换的手印处凝聚成了一道无形的灵魂拳印。熊战大哥，接我一记魂手印试试。一道低喝自萧炎嘴中传出，旋即其目光突然转向下方的熊战，旋即大笑一声，手印陡然一凝，那弥漫着浩瀚灵魂威压的拳印便是化为一抹闪电，对着山顶之上的熊战暴露而去。哈哈，好！听得萧炎的笑声，那熊战也是豪迈一笑，旋即蒲扇大的手掌猛然紧握，双眼虚眯地盯着那掠过空间的浩瀚无形之力。砰！无形的灵魂手印瞬间变质，然后与熊战那犹如金铁般的巨拳狠狠地撞击在一起，当下一道低沉的闷声便是在这片天际响彻而起。两者对碰，意料之中的能量涟漪却并未出现。那熊战一拳击出，旋即脸色便是微微一变，那灵魂手印之上的力道倒并非很强，但在两者相撞间，他却是感觉到自己脑袋深处却是在这一刹猛然间传出一阵淡淡的疼痛以及眩晕之感，当下连脚步都是踉跄了一下，退后了2步，方才稳住身形。这便是灵魂攻击吗？稳住身形，熊战脸色也是涌上了凝重。虽说先前并未用全力，但萧炎的那种奇异攻击却并非是光靠肉体力量便能抵御，因为他攻击的并非是肉体，而是对方的灵魂。虽说看这种程度很难对对手造成致命伤害，但若是在对战时突然来上这么一手，那短暂的晕眩时间足以令的战局顷刻间转变。据说远古的炼药师，即便是一些斗气强者也不敢随意招惹，那种灵魂攻击令得人防不胜防。不过如今的炼药师似乎失去了那种修炼手段，因此大多与人对战也是得依靠斗气的强横。熊战面露沉吟之色，虽说他是魔兽，但活的岁月可不短。当年这丹界上还鼎盛时，他也曾经有幸跟过一名名声颇响的炼药宗师，因此对于炼药师的一些东西也算是有些了解。哼，熊战大哥，没事吧？在熊战沉吟间，天空上的萧炎也是徐徐降落下身形，对着前者笑道：
闻言，熊战也是甩掉了心中所想，抬起头来望着萧炎，不由得微微一怔，不知道是否是错觉。在现在见到萧炎时，他总是感觉到对方多了一种缥缈难寻的气质，这种感觉就犹如他如今面对的并非是萧炎，而是他的灵魂一般。看来这应该便是进入8品炼药师后的一些改变吧。对于这点，熊战倒也并未深究，冲着萧炎豪迈地笑了笑，道：萧炎兄弟这一手当真是不弱，若是换个等级稍低者，恐怕在这等灵魂攻击下，神智都是会因此而受到创伤。在与萧炎说话间，熊战的称呼倒是不自觉地变得亲近了许多。虽说他是斗尊阶别的强者，但如今萧炎已算是进入了8品炼药宗师等级，日后他肯定会有地方有求于对方。萧炎笑笑，熊战的细微变化并未被他过滤，当下心头也是不由得有些感叹，强者的世界果然是实力为尊，这句话放在这性子憨直的熊战身上更是尤为合适。你总算是出来了。一道清脆的声音突然在萧炎身后响起，自然是那早已经等待的不耐烦的紫妍。萧炎转过身望着紫妍，笑了笑，道：我闭关几日了？将近8天了。紫妍翻了翻白眼，你若是再晚一些，这丹界就得关闭了，而到时候你也将会失去参赛资格。8天吗？这样说来还有1日多的时间。萧炎微微点头，消耗了8日时间，倒并未太过出乎他的意料，略微沉吟，从那戒中取出那丹界地图，辨认了一下方位，然后目光转向北方，道：我的任务品都已经齐全，现在只要赶到丹界的出口便行，你们呢？闻言，紫妍摊了摊手，还是先跟着你吧，不过那出口处会有丹塔的人守着，所以到了那里便只能你先出去，我自己能够想办法出去。萧炎微微点头，对于紫妍的本事他倒是知道一些，而且他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这丹界，自然应该有着离开的办法。既然如此，那么便先动身吧，这里距那出口还有着一些距离，得加快速度，方才能够在关闭前抵达了。诺，这个给你保管着，不过可不能一个人独占。紫妍突然摊开小手，一枚翠绿色的戒指出现在其手中，而见到这枚那戒，一旁的熊战脸庞忍不住地抽了抽。这是？萧炎倒是有些疑惑。可这是石殿内的那些珍稀药材。萧炎身后的熊战干咳了一声，语气颇为干涩的道。闻言，萧炎无语，望着紫妍那催促的眼神，不由得苦笑着摇了摇头。这小姑奶奶果然是想将别人的家底都抄光啊。顺手接过那戒，然后将之戴在手上。对于这些珍稀药材，萧炎要说不心动那是假的，有了这药材仓库，日后他炼制丹药将会省去无数的精力与时间，毕竟这里面的一些药材在外界想要遇见可是相当困难的事。熊战大哥也要跟来？将那戒戴在手上，萧炎轻咳一声道：我想要出去也还得靠这小姑奶奶，而且也顺便当下你的保镖，不然万一路上再遇见上次那个家伙，你可就有些不妙。熊战不舍得从萧炎手指上移开目光道：呵呵，那便有劳熊战大哥了。闻言，萧炎不由得一笑，冲着他感谢地抱了抱拳道：既然如此，那便立刻动身吧，自己飞过去太麻烦。熊战嘿嘿一笑，嘴中突然发出一道哨音，旋即那万药山脉中便是响起一阵清脆的鸟啼之声。片刻后，一道巨大的身影从远处的山脉中腾飞而去，最后盘旋在山峰之上。走吧，这玄鸟兽速度极快，而且省事。熊战对着萧炎挥了挥手，然后脚掌一跺地面，便是闪掠而上，稳稳地落在那名为玄鸟兽的宽敞后背之上。萧炎二人见状，也是紧随而上。击！巨大的玄鸟兽仰天发出一道尖利啼叫之声，旋即巨翼一震，便是带起狂风，对着那北方的丹界出口迅速掠去。